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和老公结婚10年，期间我一直知道老公在外面养了不少人，但是我并没有选择和老公离婚，只因为爱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只要不把事情闹得难看，老公就算在外面养一个后宫，我也不管。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今天是小女儿进行钢琴表演的时间，本以为老公会因为公司忙碌不来参加，却没想到他最后还是来了。今年30出头的老公依旧有健身的习惯，穿着一身笔直的西装，看上去不输那些小年轻。怎么来了？不是说公司有事吗？我笑着上去跟他抱了一下。这个钢琴表演有知名度，现场有不少媒体，而我老公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基本的作秀还是要有的，什么都比不过你和孩子们。老公说这话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神看向了场面上的媒体。我笑了笑，没有继续说话。和老公结婚这10年以来，我从来没吃过什么苦头，每天养尊处优地待在家里。家里有2个保姆和1个住家阿姨，居住的地方也是别墅。这样美好的生活很容易让人失去斗志。而最近我忽然产生了一点危机感。结婚1年以后，老公就开始在外面养起了人。这件事情我是从朋友那里知道的，但是我并没有声张，一直到后面他陆陆续续换了那么多人，直到现在这个，我产生了一点危机感。老公和这个人已经在一起1年了。最近我得到小道消息，那个女人好像怀孕了。我是山里的孩子，母亲在把我供上学的那1年出车祸去世，靠着留下来的赔偿款，我成功地读完了学校。跟老公遇见的那1年，我刚被黑心中介骗了所有的存款，带着自己的全部行李坐在街上。凌晨的城市依旧繁华。就在我对自己的人生彻底失去希望的时候，老公开着车经过，从车窗里给我扔出了一沓钱，然后开着车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拿着那笔钱租了房子，支持了我一段时间的吃喝。后来无数次我想找到他，报答他，一直到我又在公司看见他。那时候他的创业已经基本有了雏形，因为之前给了钱的缘故，我去了他的公司，久而久之有了情谊，我嫁给了他。思绪从回忆中抽离，我忽然看见了一个有些熟悉的人影。那个人，他居然也来了这里。眼看着他离我们越来越近，最后拿着酒杯要来敬酒。老板娘好，没想到居然能在这里遇见你们。我能感受到身旁的老公有些尴尬。他叫林言和，是我的助理。我笑着点了点头。林言和把自己酒杯里的酒一饮而尽，又寒暄了2句才转身离开。然后没过一会儿，老公也借着有事情离开了这里。我看着老公离开的方向，和林言和刚刚离开的方向是一样的，一种烦躁涌上心头。而就在这个时候，女儿的钢琴表演终于结束，宴会厅里响起掌声，我也强撑起一抹笑，开始鼓掌。这场钢琴表演还有下半部分，刚进行了一半，老公忽然来到宴会厅，说有急事要离开。我没把他放在心上，只说让他注意安全，然后就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女儿的身上。又看了几分钟，我忽然想起来有件东西忘到了车上，于是出了宴会厅去地下停车场，结果却在那里看见了辣眼睛的一幕。老公和那个林言和正亲得难舍难分，丝毫不顾及这里可能会出现其他人。我此时十分庆幸，幸好来的是我，而不是记者什么的。
故意发出一些动静。还好老公在这个时候脑子还有点清醒，开着他的车离开了。而那个林言和则被留在了停车场，看着自己老公被别人亲，应该很有意思吧？毕竟你一直舍不得离开。林言和一边对着镜子去补口红，一边嚣张地说道。而我这个时候终于赶从柱子后面走了出来，毕竟老公并不知道，我知道他出轨了。你真不嫌脏？我一脸难堪地看着他。除了必要，我基本不和老公有皮肤上面的接触，其实就是害怕他感染上什么不得了的脏病。你这个宋夫人的位置做不了多久了，我已经怀孕了，就凭你生的那2个女儿，根本留不下她。那个他是谁毋庸置疑。林言和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事业已经做到我老公这种地步的人根本不在乎老婆是谁。但是我当然不能让林言和看出来我确实有点担心，慢悠悠地走到我的车子旁边，从里面拿出我的包，然后关上车门。等到我再次走到林言和旁边的时候，我才开始反击。如果他真的爱你，就不会让你穿这么廉价的东西。他给你花的所有钱加起来都买不了这个包吧？争口舌之快没有意义，但是不说心里总是会不舒服的。说完这句话以后，眼看着林言和的面部表情确实挣扎扭曲起来，我开心地离开这里。我等着你坐上宋夫人位置的那一天。希望你和之前来找我的那10几个女孩不一样。这句话被我说出来，回音回旋在整个地下车库。从结婚开始，我就没想过要和老公离婚。生活的困境让我早早的就意识到了我到底需要什么。爱情其实不重要，物质条件才是最重要的。我之所以会和老公结婚，其实和当初他给我扔的那一笔钱有关系，这起码能侧面证明出他不是一个很爱钱的人。虽然不一定有爱心，但是出手一定阔绰。虽然事后我知道他早就认识我，在那一晚之前他就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工作的，只不过我的客户太多，没有记住他。要说一开始他没有利益可图，我不相信。说不定他只是想让我当他的小情人，还是要开始改变了。我可不想哪天被扫地出门，又落得和之前一样的境地。此时的我已经来到了宴会厅，看着正坐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女儿，我握紧了手中的包。妈妈会让你们过上很好很好的生活，哪怕没有爸爸。心里面下定决心，当然就要开始付诸行动了。现如今，老公最不缺的就是钱，每个月他都会给我上百万的生活费。很早之前我就把那笔钱攒了起来，所以现在我身上也有2000万。只不过用自己的钱实在是让人感到心疼，所以我把事情对准了老公的钱包。这天，老公好不容易回家吃了一次晚饭。他最近一直说公司很忙，每天都在加班，看着他像是心情不错的样子。我故意当着2个女儿的面开口，现在怀玉和海竹都已经那么大了，我也不想继续在家待着了。最近这几天看见了一个项目，我想试试。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手中的甜品递给老公。他有些诧异地看了我一眼。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接触过工作了，我养着你不好吗？像是开玩笑，又像是试探。老公笑着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故意摇了摇头，不好。那你想要多少？老公问道。我假装对着脑子想了一下，然后对着他比了一个500万。我点了点头，这笔钱对他来说只是9牛1毛。果然，老公点了点头。我陪了他这么多年，500万而已，他不会不给我。钱明天让助理打到你账户上，玩得开心。说完这句话以后，老公就放下了手中的甜点，上楼了。
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轻轻地笑了一下，害怕离婚以后他可能会对我进行报复，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个绝不可能相关的行业——美容店。对于我来说，这个是目前我最容易入手的行业，因为这么多年，我除了在家，就是和其他人约着去做美容，要不然就是喝下午茶、买衣服。而这个项目是在前2天之前一起在宴会上认识的另外一家公司的总裁夫人给的。她前段时间和老公离婚了，现在自己做了一家品牌，目前她很想把规模扩起来。我和她很深入地聊过，这么多年对人的判断，她一定能成功。就凭她分走了前夫1半的家产，有脑子有野心，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竹，你怎么来得这么早啊？我笑着上前去和她打招呼。今天见面的地点约在了她的美容店，闲着没事就来店里看一下。我先带你转一转。我笑着点了点头，和沈竹一起并肩走在这家店里面。之前我说的合作意向，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沈竹问道。我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到他的面前，500万，给我20的原始股。接下来你想怎么做，我都不管。我转过头，笑着看着沈竹，他脸上的表情有些呆滞。我们才见了2面，这只是第3面而已。500万并不是一个小数字，沈竹当初给我提的钱也是300万。而我现在居然直接给了500万，我无所谓地笑了笑。你不要，我就收回去了。沈竹听见这话，赶紧把银行卡接了过去，然后狠狠地抱了我一下。工作上的事情其实没有什么我能弄的，我能做的事情很少，除了投钱以外，就是偶尔去店里面看一看，假装自己很忙。本以为在孩子生出来之前，我的位置起码不会受到什么威胁，却没有想到这个人比我想象的还要勇敢，或者说他的野心实在是太厉害了。这天我刚从美容店回来，就在客厅里看见了正和我老公坐在一起的人。老板娘好，我来给老板送个文件。林言和笑着给我打招呼，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他的身子已经贴到我老公身上了，就差脱衣服了。我若有所思地看了一下我的老公，很明显他也有些局促。要是没想到我会忽然回来，打扰了他们2个的好事，对于我来说，老公就是老板，不能让老板不开心，所以我打了一个招呼就想上楼，却在我刚走上楼梯的时候，林言和忽然又转过来给我说话。老板娘，可不可以给我们洗一点水果呀？我看宋总有点渴了，但是我没来过这里。林言和的话成功的让我的老公有了一点不满，我能清晰的看见老公的脸有些慌张，像是很怕我忽然生气一样。但是我知道，如果现在生气，我要钱的计划可就泡汤了。李妈会给你们洗，我有点困了，要先上楼。说完这句话以后，我也不管他们2个什么反应，直接就上楼回了主卧。没过几分钟，老公打开门走了进来，一下子坐在旁边的沙发上。你那个助理走了？我假装有些吃醋，他点了点头，顺手把自己的眼镜摘了下来，放在了旁边的小桌子上。他年龄小，没有什么边界感，你也别太生气。我在心里冷笑了一声。林言和看起来都快25了，孩子都怀上了，怎么可能还年龄小？但是一想到我的要钱计划，我还是勉强地点了点头。对了，你那个创业怎么样了？不知道是不是刚偷吃完，有那么一点点对我的愧疚。老公问道。我故意装作有些为难的不太想说，但是迟疑了一下，在老公的眼神下还是说了，不太好，还差点钱。看着我这么扭捏的样子，他直接挥了一下手，那就再给你500万，
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咱们的家产怎么都不可能会败光的。听见这话，我很满意的笑了。谁能跟钱过不去呢？今天的事情虽然没有掀起来什么风，但是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种子。今天老公并没有和那个林言和吵架的样子，两个人的感情应该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必须主动做点什么，才不会那么被动。夜晚想起来之前沈竹和前夫离婚的事情，我给他发去了消息。当初你们离婚，你是怎么从他那里拿走那么多钱的？沈竹和我差不多，都是陪着老公白手起家的人，只不过男人有钱就变坏，所以才会造成最后的结果。沈竹一直显示对方输入中，最后他给我发过来了一条消息：拿住对方的软肋，好好查一下你老公背地里都背着你做了什么，看看你手上有没有筹码。这句话让我陷入了沉思。老公部分的出轨我都知道，而且手中还保留着不少照片，但是出轨这种事情对男人的宽容太多了，除非借着这些照片好好的发酵一下舆论，但是我害怕会影响到女儿和事业。毕竟现如今我们还是捆绑在一起的一家人，只要没离婚就不可能松得开。一整晚我几乎没怎么睡觉，一直在想这件事情该怎么解决。于是第二天理所当然的起得稍微晚了一点。等我醒来的时候，家里的保姆告诉我老公已经出去上班了，而两个女孩也都已经上学去了。我本来坐在客厅喝咖啡，眼神无意中往2楼看了一眼，忽然想起了一个被我一直忽略的东西。2楼中间是老公的书房，处理任何东西都是在里面的，而这也就意味着老公公司的一切和他的秘密都在书房里面。我之前想着里面可能会有什么不三不四的脏东西，所以一直没有进去过。现在忽然觉得这真是一个好时机呀，让家里的保姆全部出去买东西，发现家里没人以后，我才敢进入2楼的书房。书房有着好几个书架的书，一张红木桌子和椅子，另外一边还有一整套的沙发和桌子。我在里面转了一圈，只有红木桌子上面放着几个文件，我打开看了一下，都是一些最浅显的东西。本来还在想老公是不是把那些东西都放在了公司，忽然发现桌子柜子里一打开就看见里面有一个保险箱，我的心情瞬间激动起来，看了一眼，一共有4位数的密码，手伸出去试了2次，发现全部都是错误的，而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次机会。到底是什么？我站了起来，眼神无意识地在书房里扫了一圈，忽然发现桌子上的相框里面正是老公公司开创的那一天拍摄下来的照片。脑子里忽然回忆起来一句话，老公曾经说过，那是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一点。于是我立刻又蹲了下去，把那对数字依次点了出来。就在我的心马上要跳到嗓子眼的时候，保险柜开了，里面满满当当的放着黄金和房产证，而最下层放着好几个文件，还有一个账本。我拿出手机对着这些东西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把这些东西一次拿了出来，开始去翻那些文件和账本。这些文件都是公司的机密，我曾经也在这个公司里干过一段时间，所以自然能看得出来。至于那个账本，我看着看着，忽然发现有些不对劲，看了一眼时间，保姆估计快要回来了。于是我赶紧拿出手机，对着那个账本一顿拍，又把那些合同都拍了下来，然后再按照照片里面的原型把它们都摆了回去。等我收拾好一切，又坐在楼下的时候，保姆们正拿着刚买好的东西回来了。
我的内心里现在有一个猜测，我觉得这就是我能拿走钱的关键。又在楼下坐了一会儿，我上楼在房间里打开了自己的手机，在通讯录翻了一会儿，然后打出了一个电话。电话很快就被接通了，听见手机那头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我这才开口说话：“我是万锦，你还记得我吗？”电话那头的人顿时激动起来，他是我从小玩了很久的朋友，只不过随着我结婚，我们两个就不联系了。找我有事儿，寒暄了一顿以后，他问道：“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个账本。”他没有犹豫就答应下来。于是，在电话挂断以后，我把那些东西发给了他。虽然这么多年不联系，但是我依旧很信任他。我本来想着等手中的筹码足够以后，就找老公谈条件离婚。我并不想带走什么东西，只要给我一部分能够养2个女儿的钱，并且让我带着2个女儿走就可以。只是我没想到，身边的人居然一直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晚上，保姆们做好了一桌丰盛的晚餐，因为听说老公今天会回来，就在我和2个女儿一起坐在客厅里等着老公回来的时候，却忽然发现老公身边还带着林言和。这是什么意思？我指了指林言和，老公看上去很高兴的样子，只不过他的手挽着林言和的腰，2个人的身体几乎贴在一起。万锦，我有件事要跟你说。言和今天用最好的机器检查了，医院说是一个男孩，所以我准备让他住在家里。宋世安完全不顾及2个女儿还在场，直接就说出了这句话。我甚至来不及反应，他就已经带林言和去了餐厅。妈妈，爸爸，这是什么意思呀？小女儿看着宋世安离开的背影，有些好奇地问我，并不想让他们2个现在就受到伤害，于是让保姆带着他们2个上楼，另外给他们拿一些东西吃，而我则是来到了餐厅。我们能谈谈吗？现在和他说一句话都让我感到恶心。宋世安拿起旁边的手绢，抹了一下手，拉起了旁边林言和的手。有什么事情就在这里说吧，不过如果是为了言和，那我劝你最好不要开口，惹我生气。宋世安有恃无恐地看着我，仿佛知道我一定会为了他妥协一样。毕竟他身家上亿，我会带着女儿从这里搬出去。我们离婚吧，毕竟你现在也有新的妻子了。听见我的话，林言和肉眼可见地笑了起来。宋世安却是皱紧了眉头。有必要吗？他不会威胁你的位置，而我也可以给你提供源源不断的钱。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仿佛真的难以理解一样。宋世安紧皱着眉头看着我，我嫌脏。说完这句话以后，我转身上楼，开始收拾东西离开这里。宋世安却来到了我的身后，他站在门口看我拿出行李箱，收拾衣帽间里的衣服，忽然笑出了声。万锦，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拿钱买来的，没有你挣的1分钱。你不要过头了，男人爱玩怎么了？我对他的这些话已经有些无感了。宋世安之前从来不在我身上说这些东西，所以虽然我知道他喜欢说教，但是因为我没有亲身体验过，我觉得还可以接受。现在体验了以后，我才发现他真的什么都不是。所以呢，哪怕这里没有我挣的1分钱，这也是夫妻共同财产。你很想我赌气放下这些东西，然后出去穷困潦倒吗？可惜我不会。说完这些话以后，我开始继续把那些首饰衣服全部塞进行李箱里，专挑贵重的东西。宋世安饶有兴趣地看着我，这是他认识我以来我第一次这么说话。那我就看你能在外面坚持多久。宋世安说完以后，也懒得继续在这里看我，下了楼。而我在收拾完我的衣服收拾以后，特意多拿了好几个包，
把所有的首饰都塞了进去，转身去了2个女儿的房间，开始给他们收拾东西。妈妈，我们要出去旅游吗？他们2个一脸好奇地看着我，我摇了摇头，虽然有些不忍心，但还是准备诚实告诉他们，我们要离开爸爸生活了，以后你们的爸爸会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你们就没有办法见面了。这只是善意的谎言，我相信等他们之后会理解我的。2个女儿都是让我一个人亲手带着的，她们都很黏我，很听我的话，所以在听完我的解释以后，乖乖地坐在那里看着我收拾，走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反抗。而宋世安看着我们3个离开的时候，只是笑着，并没有做任何的反应。他觉得我离开了，他也是活不下去的。出来以后，坐上出租车，我的好朋友给我发来了消息，这个账本是你老公的。我回了一个嗯。那边犹豫良久，发来了一段话，我建议你去查查这是不是真正的账本，或者是不是只有这一个账本有点问题。看见这句话，我就知道我的胜算加了不少。我带着女儿去了酒店，毕竟这么晚也不好买个房子。第2天把2个孩子都送上学以后，我来到了昨天晚上就和别人约好的咖啡厅。进入包间里面，就能看见里面坐了一个浑身包裹岩石的女人。东西我带来了，钱呢？说话的人是宋世安公司里的财务，他很缺钱。我把现金拿出来扔到了他的面前，然后赶紧去看账本，对照了几页，发现果然有些不对，于是就把账本装进包里拿走了。拿到账本回到酒店以后，我第一时间就拍照发给了我的朋友，而他也很快就给了反馈。宋世安让别人帮他做假账，这2个不一样的账本就是最简单的证据。拿着账本的时候在微微发抖，我仿佛看见了未来的希望，知道拖得越久就越容易出事。我把宋世安约到了楼下的饭店，他进来的时候脸上还带着志得意满的笑，仿佛早就料到了我会去找他。直到我把账本放在桌子上，宋世安的脸变得不好起来。我也不想跟你争，但是我需要带走2个女儿，还有一笔钱，你给我，我们就离婚，相安无事。我这句话说完以后，宋世安像是今天刚认识我一样打量着我的脸，最后他摇了摇头，我不信你会让女儿有一个有老底的爸爸，而且你怎么会觉得这个就能打败我？宋世安在短暂的震惊以后，平复了自己的心情。这么多年的风浪他都来过了，而我手里当然还有其他的筹码。林言和昨天晚上为了挑衅我，特意拍了不同视角他和宋世安的照片，我在他撤回之前都点击了保存，今天还打印了出来。看着满桌子的照片，宋世安脸黑得可怕，最后他咬牙切齿地说了同意2个字。1亿5千万的钱被打到了我的账户上，账本和照片都被宋世安拿走，而我获得了自由的身份，2个女儿的抚养权也都在我身上。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宋世安恐怕是觉得被我搞了，心里不舒服，特意带着林言和出席了不同的场所，并且还说了一些不清不楚的话。一时之间，因为对钱的想法，我被网暴了。因为我和宋世安离婚的事情，看着网络上愈演愈烈的言论，宋世安那边没有任何要澄清的想法，我又不是软柿子，眼看着马上就要影响到店里的生意，而且我的居住地址和女儿上的学校都被扒了出来。忍无可忍之下，我把手机里备份的照片一股脑儿全部都在我的微博上发了出去。发出去的1个小时之内就炸了热搜，全网开始讨论这件事情，照片被疯传，而宋世安则是疯狂地给我打电话，
我免打扰在旁边看了1个多小时，眼看着热度已经没有办法再降下去了，才接通了电话。万锦，你想干什么？咬牙切齿的声音从手机那边传过来。我无所谓地看了看手里的指甲，以彼之道还之彼身。说完这句话以后，我立刻就挂断了电话。和人渣说话只会拉低自己的档次。辛苦忍了这么多年，我终于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女人想要独立，果然还是要靠自己。美容店的事业已经有了分红可以拿，以后可以越来越好。而我手上的钱也足够我和女儿下半辈子衣食无忧。心里这么想着，2个女儿刚好下学回来了，看着她们天真可爱的样子，我无比庆幸自己当机立断做出的决定。我都不敢想，如果我没有足够的资本和宋世安离婚，那我的女儿们要被欺负成什么样？不过好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未来崭新明亮。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渣男前夫偷偷在我身边安插了一个奶狗，就为了能继续吸我的钱养怀孕的小三。奶狗自以为隐藏得很好，但我早就看穿了，因为我送给他的限量款百达翡丽手表，一转眼就出现在了前夫的手腕上，而他根本编不出一个像样的理由。行，玩够了，姐姐，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们全吐出来。我是一名律师，上班忘记带客户资料，马上开车回了家，掏出钥匙准备开门时，听到了门里面让人脸红心跳的声音。我点开手机查看家里的监控，散落一地的衣物，戴着面具的老公和另外一个女人，真是猖狂到家了。我一键保存，然后打通了几个电话，开锁师傅和警察都来了。你好，这是我的警官证，收到举报，这家有人卖淫嫖娼，唱戏吗？得热热闹闹才行。被誉为社区小灵通的王叔开锁的动作好像快了些，门打开的一瞬间，警察扭着老公的手将他按在床上。我环顾四周，寻找女主角，不见了。遗憾了没多久，就听见女主角甜腻的嗓音：“哥哥，我来啦！”王大叔嘴里骂着脏话：“造孽哦！看到这些长针眼哦！”但他的身体很诚实，他默默掏出手机录了视频，一键转发到了社区群。警察同志拿下老公头上的面具，王大叔的镜头立马对到他脸上。何飞，怎么是你嫖娼？阴阳谁呢？我是何飞的女朋友。蹲在沙发边的女人愤怒地瞪着我，想用眼神杀死我。王大叔又赶紧转移镜头，拍到了女主角。社区群炸翻了天。一朵花，这是谁呀？瞎辣眼睛哦！不要把网上的视频乱发。王叔，这是403何飞，胸怀天下，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9，平时小伙子看着不错呀，原来私生活这么乱。一时间消息99加，我一条条翻看着消息，笑疼了肚子，顺便一键转发到了亲戚群。爸妈杀到我家的时候，我正坐在沙发上嗑瓜子。何飞和那个女人被带走了，押送警局做笔录。走之前，女主角放了狠话：“你别得意，何飞爱的是我，笑到最后的还是我。”是呀，没穿衣服的是你，被带走的也是你。你这孩子还能吃得下？准备怎么处理？爸妈叹息着坐到我身边。当年你不愿意结婚，我们不应该让你相亲的。离婚早发现也好，毕竟没有孩子。当初我同意相亲结婚，不过是为了堵住亲戚们的嘴。婚后我也有过好好经营家庭的念头，但既然何飞不愿，那我也乐得自在，让那2玩意儿在一起，我也算是成人之美。和爸妈一起吃了午饭后，
将二老送走。我拨通了何飞的电话，婚内出轨还是嫖娼，净身出户还是和我争一争？对面恳求再给他一次机会，我态度冷漠，想好了给我打电话。记住，我耐心有限。1天后，我拿到了离婚证，前夫净身出户，并且赔偿了我20万。夜晚，闺蜜打着庆祝离婚的旗号拖我去了酒吧。散场时，闺蜜去外头打车，一位不速之客打扰我：“姐姐，我觉得你有点眼熟哦。”油嘴滑舌让我想起了前夫，他温柔多情，经常在我的耳边说着动人的情话。我一言不发，拿起包包离开了酒吧。谁知第2天上班，我们又见面了。他是我们律所新来的实习生。姐姐，这个文件组长让我拿给你。姐姐，这杯咖啡你尝尝。姐姐，我给你买了个保温杯，老喝冰水不好。不得不说，这小蜜蜂式的实习生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天的我焦头烂额，唐青开始骚扰我的家人了。唐青是我前夫的新老婆，也是先前的女主角。她堵在我的公司门口：“许亮亮，你给我滚出来！敲诈勒索我老公20万，快还回来！”写字楼的人站在窗边议论纷纷：“许亮亮，蛇蝎心肠的女人，乱合成视频污蔑我，我要告你！”一肚子我的怒气到达了巅峰。爸爸打电话说，妈妈买菜路上被唐青抓住骂，颠倒黑白说我是小三。面对其泼妇骂街、歪曲事实的行为，我妈一下子被气晕了。正愁逮不着她，她倒送上门来了。我路过保洁阿姨的身边：“阿姨，借用一下你的桶。”“谢谢。”走进女厕所，我用工具盛了满满1桶黄金，盖上盖子走下楼。唐青得瑟地笑着：“今天你不归还那20万，我就让你不得安宁。”我恭敬地将水桶递过去：“这是我临时找人凑齐的20万，你先拿着。”他白了我一眼，趾高气扬地接过去的一瞬间，我打开盖子，将1大桶全泼到了他身上、脸上，满嘴喷粪。这种形象才适合你。摇了摇水桶，还有点余料。我快步走向路边的粉色小车，将黄金撒在车顶，看着车身上的贴纸“非爱卿，何非爱唐青”，我拍了拍手，这金黄色真配他们的爱情，令人作呕。我一转身，看见了站在门口的谢思明，一脸心疼地看着我。他走过来，将外套披到我的身上：“降温了，晚上我带你去吃火锅吧。”我瞥了一眼藏在暗处、脸色阴沉的何飞，挽着弟弟的手离开了是非之地。1个星期后，我和弟弟官宣了恋情。前夫看到后，第一时间给我打了电话：“你就这么耐不住寂寞？”我嗤笑了一声：“难不成还得给你守寡3年？你伶牙俐齿，让人怎么喜欢你？你也配叫人？”彼时，我和弟弟正相拥着在沙发上看电影，他的手不小心触碰到我的腰部，我惊呼出声，不知廉耻。想起电话那端前夫铁青的脸，我漫不经心：“怪不得你出轨了，这年轻人还真是不一般啊。”随后，我果断挂了电话。身边小奶狗将头埋进我的肩窝蹭了蹭，他嗓音嘶哑：“姐姐，是不是暗示我拥有了人生中新奇的体验？”情人节下班共进晚餐后，我和谢思明走进了奢侈品专柜，竟然碰见了老熟人何飞和唐青。唐青正在试戴一条钻石项链，何飞在身边笑容满面，体贴讨好。看见我不爽的神色，谢思明想拉着我走，我摆了摆手。穿着某旗的连衣裙，挎着香奶奶的我，风姿绰约地走了过去。看见我的一瞬间，何飞的眼睛亮了一下，那是欣赏。结婚后，我很少打扮，工作繁忙，
上班又必须穿正装，所以也就歇了打扮的心思。当时的何妃挂在我身上，温柔地亲着我的脸蛋。我家夫人素颜就好看，比街上的小姑娘好看太多了。我真是有福气，看着这惊艳的目光，刚才的晚饭我都要吐出来了。亮亮，你挑挑看，喜欢我给你买。谢思明十分上道，看着我拿着一条项链，掏出卡准备付款。那是我的副卡，实习生工资没有多少，我看他生活拮据，就给了他一张卡。虽然他花的是我的钱，但这也是一份心意。最关键的是能恶心别人。唐青眼睛里盛满了嫉妒，嘟着嘴向何妃撒娇，意在炫耀。何妃，我喜欢这个，你给人家买吗？何妃缓过神来，看着标签上的那一串铃，犯了难。服务员，这项链有折扣吗？我将手中的项链放下，麻烦你把那条给我包起来。好嘞。柜姐完全忽视他的话，笑眯眯地打包。唐青一下子蹦了起来，你这人懂不懂什么叫先来后到啊？周围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凑着热闹。现在是有钱人的天下，哪有什么秩序喽？我就看不惯有钱人这副嘴脸。有钱人了不起啊，能来这个专柜的能有几个穷人？唐青听着观众的话，得意地朝我挑了挑眉。谢思明拉着我想走，我一把按住了他。果然年纪小，遇见事就想走，总想着息事宁人。赵姐接到我的信息，开着她的保时捷一路飙来，珠光宝气的外表下，一颗侠女的心。她接过柜姐的项链，递到我手中。我是老板，许小姐是我们的 VVIP 客户，更是我的朋友。亮亮看中的可以直接拿走。赵姐是我的一个委托人，我帮她打赢了离婚官司，让出轨的前夫净身出户，所以知道小三和我抢项链，亲自前来给我撑场子，一片唏嘘。我拿起项链朝着唐青摇了摇，赵姐真是客气，这一排我都要了，我不能占便宜。刷卡，掏出我的卡，一口气买了10条项链和1块男款限定版百达翡丽表。看到我一掷千金的模样，何妃红了眼，唐青红了脸。也是，我以前一心想着勤俭节约，好好经营家庭，哪会给他买这样的奢侈品哦。将表轻柔地给谢思明戴上，我举起他的手，对着屋顶的光左右摆弄，真好看，不愧是百达翡丽。看见何妃那悔不当初的模样，看见唐青那羡慕嫉妒恨的眼神，简直让我走上了人生巅峰。我挽着赵姐，赵姐，好久不见，去我家吃夜宵，今天我太开心了，哈哈哈。走出店门，赵姐拉开了我的手，不和你去了，我的小男友还在等着我呢。这么快就遇见爱情了？我暧昧地打趣他，彼此。赵姐的目光从谢思明的身上瞥过，拍了拍我的手。对了，她从包里拿出一份请柬，正准备明天送给你。巧了，明天有个慈善晚宴，都是生意人，你和你的小男友一起来吧。他挥了挥手，开着保时捷扬长而去。目送赵姐离开后，这个晚上我的脸上都挂着微笑。陌生人的善意，身边人的关心，我感到无比的温暖。梳洗完毕的我躺在床上，安排明天的工作事项，同时让助理帮忙准备下谢思明的衣服。从前的我不喜欢参加慈善晚宴，自从认识了赵姐，我变了。赵姐告诉我，做慈善是为自己做的，不是给他人看的。你做你的，管别人什么作态。何况千百人中，总有与你志同道合的人，非得盯着那1-2个道貌岸然之辈，感慨人心不古，停止传播善念，过犹不及。听了赵姐的话，慈善晚宴我次次不落，不仅仅为了生意才曲意逢迎，更重要的是
这世界还有诸多妇女困于婚姻的沼泽中无力自救，长期的家庭付出让她们与世隔绝，成为家庭的奴隶，放任丈夫的背叛。我们所要做的是给他们一把雨伞，给他们一个台阶，让他们挣脱束缚，活出自我。想到这里，前夫何非的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今天去的专柜是为 VIP 服务的，而成为他的 VIP 是需要验资的。何非净身出户，哪来这么大一笔验资钱？我陷入了沉思，在辗转反侧中睡了过去。我去接谢思明时，谢思明正在与我的助理调笑，男女嘻嘻哈哈的声音透过禁闭的房门传出来。我冷了脸，推开房门。助理小吴被谢思明逗乐，笑得满脸通红。本就是花一样的年纪，此时面如桃李，看见我进来，他猛地站起身，撞到了椅子。许律师怯懦的声音，仿佛我是多么面目可憎。姐姐你来啦，衣服好看吗？谢思明察觉到冰冷的气息，急忙跑到我面前，像个花孔雀一样转身显摆给他准备的衣服。转移话题，我沉下不耐的双眼。走，女人成长的意义，可能就是逐渐明白，挑男人不调教，只筛选。我在心里给谢思明扣了个大分。一路上对于谢思明的刻意搭话，我都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态度。待会儿的场合很重要，我需要一点时间消化不良情绪。走下车的瞬间，我换了一副面孔，看见我如沐春风的笑容。谢思明愣了一下，随即自然地将我的手挂在他的手臂间。顾全大局，情绪稳定，向来是我最大的优点。今晚的宴会比我想象中热闹得多。财通证券的总裁李胜，年过40，保养得当，身边的女伴是新上位的小三，不远处是前总裁夫人，笑容满面的与周围的人推杯换盏，强势大方，雷霆手段不可小觑。风源物流的总裁郑业，温文尔雅，金丝眼镜下一双精明的眼时刻透露着算计。和顺置业的总裁林征，威猛霸气，不假辞色，一股生人勿近的气息。浅笑着和熟人打招呼后，赵姐拉着我，一一介绍着新朋友，这是给我扩充人脉。我礼貌地递上名片，巧笑嫣兮。几杯酒下肚，有些上头。我摇了摇微醺的脑袋，端着一杯鸡尾酒，准备继续去打招呼。突然有人撞了我一下，我的腿一软，金黄色的鸡尾酒顿时洒到面前女人的脸上。我定睛一看，哟，是俩老熟人。何非一把扶住了我，看清是我，震惊地张大了嘴，滑稽得要命。我扯动手臂，没扯开，奋力一对，何非松开了手。唐青看见何非和我肢体接触后，恋恋不舍的样子，加上一杯酒的洗礼，美女丧失表情管理，开始跳脚。你这个……没等他说完，这个金黄色像不像上次你在我公司楼下喝的东西？我拿起谢思明递过来的纸巾，优雅地擦着青葱般的手指。不过这次味道更好一点。唐青被我暗示的脸色发青，正想发作，却呕的一声吐了出来。宴会上商贾云集，有钱有势者甚多，见到这一幕，目露嫌恶之色，当众呕吐，实属失礼。何非赶紧拉着唐青往厕所跑去，边跑边埋怨：你非得来，你看多丢人，大家都恶心坏了。赵姐在不远处向我点了点头，追着两人过去，看样子是去追责了。赵姐的主场让客人们有了这么不愉快的体验，我看两人怎么解决。谢思明在旁边一言不发，不知在想些什么。我拿着纸巾使劲擦拭刚被何非触碰过的地方，又用湿纸巾反复消毒，直到皮肤被擦红了才停止。想到那只手
也碰过唐青，就如同吞了一只苍蝇般难受。等等，他手上戴的是百达翡丽，怎么和我买的一样？晚宴结束，我看着谢思明空空如也的手腕，开了口：“阿明，我送你的手表怎么不戴呀？以前我送给谢思明的礼物，第二天他绝对用上了。谢思明是个潮流的人，尤其注重自身的穿搭和饰品，所以我才带着他买了快表，甚至安排专业的助理帮他搭配晚宴服装。这个反常的举动更加加深了我的怀疑。他扶着我腰部的手紧了一下，清晰地透过我的肌肤传至大脑，脑袋中的弦突突了2下。那个坏了，送去修理了。停顿了片刻，他说出理由：过2天我就拿回来，刚买了就坏了，质量这么差。我沈笑，漫不经心地撩了下头发，轻轻挣脱环绕腰部的大手。我挥了挥手，累了，早点回去休息，明天见。这是谈恋爱以来第一次我和谢思明分开回家，我们已经同居很久了。今晚我需要时间了解一些东西，拨通吴特助的电话，帮我调查一个人的动向和银行流水。起身去酒柜倒了杯红酒，猩红的颜色瑰丽惑人，我无比心安。何非不喜欢喝酒的女人，所以我一酒柜的好酒全部成了摆设，有些是我的合伙人送的，有些是我的客户送的，还有些是我的委托人送的，其实也不完全成了摆设。82年的拉菲被何非送给了他的合作伙伴，那是我一直没舍得喝的。还有00年的白葡出现在当时抓奸的现场，一饮而尽杯中的酒水，醒得刚刚好。电话铃声打断我的缅怀，谢思明最近有大额转账进入一个账户，叫何非。每个月都有交易记录，两人昨天还在星月里碰了头，好像是偶遇，交换了什么东西。挂断了电话，郁闷上脑，跌倒一次是瞎，跌倒第2次就是蠢。将所有转账记录给我打印好，明天放我办公桌上。我捏了捏紧皱的眉心，仰着头倚靠在沙发上，闭上双眼放空自己，再次睁开眼。有了决断，第2天我坐在办公室，仔仔细细一条条研究转账记录。没想到谢思明对何非这么大方，每个月都转账20万，半年内已经赚了100万。我的副卡每月限额40万，我查看了一下余额，月光。2个人拿着我的血汗钱挥霍。我不是个对钱很在乎的人，没想到给了别人可乘之机，准备给谢思明发信息。何非的朋友圈更新了，好的行头让人事半功倍。配图：百达翡丽的手表大图，谈成的合同截图，何非和万达运输总经理握手的照片，与百利农药副总握手的照片，与训科主任握手的照片。看来这块手表给他带来了不少生意，这都蹦跶到我脸上来了。调出对话框，将输入的字删掉，不能打草惊蛇。上帝让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静下心来，我一边处理当日的工作，一边等待消息。私家侦探电话打来的时候，助理小吴正在向我汇报工作，他战战兢兢，顾忌着上次和谢思明调笑之事。抖什么？为了一个男人，怕成这样了。我一记眼刀过去，怒其不争。原是我的得力助手，却因为一个男人对我诸多猜忌，惶恐不安，不堪大用。出去，好好干工作，别老想着过去的事。接着我按下接听键。你好，许律师，谢思明是唐青的远房表弟。这几个人真把我当傻子了。谢思明知道我昨天生气了，今天中午打电话约我一起吃饭，我欣然应允。这场戏不该早早落幕。午饭去吃了西餐，破天荒的我没主动结账，
谢思明僵着脸付了钱。公司周围的 CBD 人均消费至少2000元起，这点小钱都能变了脸色，果然对他太好了。谈笑风生，耳鬓厮磨，气氛差不多的时候，谢思明开了口：“宝贝，那张卡怎么没钱了呀？”我装作不知的样子。我打电话问问。看见他焦急又期待的样子，我磨磨蹭蹭，慢慢悠悠：“阿明，最近公司资金链出了点问题，副卡限额了，每个月只有10万额度了。”他欲言又止，抓耳挠腮。我云淡风轻，佯装不知。不够你再找我要。得到我这句话，他喜笑颜开，愁绪一瞬间消散得干干净净。说完正事，我拉着谢思明走进了母婴店。今天中午，朋友告诉我，何飞和唐青进了母婴店。这次我是来主动偶遇的。唐青的肚子已经大了起来，松松垮垮的衣服贴在身上，散发着母性的光辉。两个人拿着婴儿的小衣服在商量，相视一笑，甜蜜的刺目。谢思明心事重重，没发现远处的熟人，纠结了半天，他慌张地开口：“宝贝，你是不是怀孕了？我觉得你现在怀孕会影响你的事业，我不想耽误你。”眼前的男人俊美明朗，怯懦的模样剥脱了完美的皮囊，散发出人性的恶臭。没有2个字让他松了一口气。看见我失望的神色，着急补充：“我无所谓，你怎么决定都可以，你是最重要的，送给朋友的礼物而已。”不想听他虚伪的解释，我向着熟人走过去。乍一看见我，唐青的眼神由慈爱转为尖锐，他紧紧护着肚子，满是戒备。何飞挡在他前面，从上到下打探着我，黏腻的眼神令人不适。这要巧，我眉眼弯弯，笑着打招呼。这一笑让何飞失了神。“你应该多笑笑，老婆，你笑起来真的很好看。这律师工作让你越来越死板，笑得越来越少了。”何飞喜欢我的笑容，所以他爱上了眉眼弯弯的唐青。唐青狠狠剜了我一眼，炫耀般的挽起何飞的手臂。我冷笑嘲讽：“这家母婴店的东西挺好的，也很贵。”看样子净身出户的何飞最近事业不错，挣了不少钱啊。说到钱这个字眼，3人同时清了清嗓子，心虚的模样如出一辙，忙于岔开话题。唐青大声打断：“你是不是也怀孕了？”貌似发现了真相，他满脸八卦地看着谢思明，赞赏挂在脸上。倒是何飞凶狠地看了一眼谢思明，又当又立，没有正面回答。我挥了挥手，转身就走，边走边对谢思明耳语。说是耳语，声音足够让那2人听见。不知道副卡会不会继续减少额度，钱不够的话，我找前夫要给你花。既然心怀鬼胎，就让你们夙兴夜寐，不得安宁。今天的目的就是为了恶心人，酒足饭饱，下午继续努力工作。似乎我的话起了作用，唐青不安起来，他担心何飞对我旧情难忘，资金援助我，所以他要求何飞买学区房。得知这个消息后，我想到一个朋友李志靠水果生意发家，站在了风口上，在全国开了10来家连锁水果超市。富起来后换了套别墅，在快要入住时意外出了事，装修工人私自留宿，结果出了意外，地段金贵的豪宅成了凶宅，2000万的资产烂在了手里。正巧最近水果市场不好，资金周转有点问题。想到这里，我拨通了中介朋友的电话。不得不说，老人说的对，朋友多好办事。中介朋友将这套房的信息透露给了唐青。我听说最近何飞家里鸡犬不宁，唐青天天叫嚷着买房，
而骨折价的豪宅让他无比心动。1000万，初步了解，何非有点疑惑。骨折价的房子肯定有硬伤。中介说房主做生意破产了，别墅抵押才这么便宜。为了添一把火，我也参与了别墅的竞争。何非两人看房的那天，中介朋友给我打了电话，我开车很快到达了现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我视而不见，耐心听着朋友的下属介绍房子。许小姐买房最在乎哪一方面？学区，因为这是我买的婚房，希望一步到位。我大声回答，同时关注着旁边两人的动静。那许小姐好眼光，这间豪宅上的是第一梯队的小学和初中，交通便利，商业繁华。最大的弊端可能就是有点贵。多少钱最少？房主说最少800万。好的，我回去查看下资金周转情况，后面联系你。临走前我看了眼唐青，他脸上的急切又添了几分。谢思明的到来让我嘴角一弯，上钩了。短暂的甜言蜜语后，他试探开口：宝宝，我最近家里要买房，差了点钱，可以支援我一点吗？多少呢？我伪装成一个陷入爱情的女人，任凭他予取予求。1500万可以吗？谢思明盯着我的眼睛，不想错过我的丝毫情绪。我一脸为难，宝宝，你也知道我最近限额了，给我点时间，我给你筹钱行吗？我爱你，宝宝，你对我真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谢思明紧紧抱住我，亲了又亲。在他看不见的角落，我用袖子使劲擦了擦嘴。第二天，我给何非打电话借钱，听到我要借钱，唐青抢过了电话。你都有钱买学区房了，还要找前夫借钱给男朋友，想屁吃呢你！我将手机远离耳朵，隔绝唐青尖锐的嘲讽。我在跟何非说话呢，关你屁事！何非，我要借1500万，你就说给不给吧。何非气急败坏地在一边喊着：亮亮，你怎么这么贱啊？借钱给男人花，我没钱，你给我滚！对话中断，我抠了抠耳朵，拨通了另一个电话。勇哥，我想借1500万，半年内还。翻找出谢思明的身份证，我办好了手续。前段时间我们出国旅游，我把谢思明的身份证要了过来，一起办了签证，没想到派上了用场。当我把1500万转给谢思明的时候，看到他激动的双手颤抖着，似乎不相信我这么爱他。他亲自下厨，围着围裙的他将一道道美食端上桌，殷勤备至。一顿饭，两个人心怀鬼胎。我胃口大开，期待接下来的发展。清理好厨余垃圾，他离开了。1个小时后，我接到中介朋友的电话，房子成交了。多少钱？1500万。我说你出价1200万，干得漂亮。得知一切顺利，我给中介朋友赚了100万辛苦费。李老板的电话紧接着打了进来，感谢你啊，许律师，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以后只要你有困难找我，我李志绝对不遗余力。我要感谢唐青，帮我巩固了友谊。哼着歌开了一瓶红酒，偌大的客厅里，我放着音乐翩翩起舞，开心。门铃响起，我放下酒杯去开门，看见了谢思明，不是谢思明的双胞胎哥哥谢思年。谢思年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风尘仆仆，皮肤粗黑油腻，头发杂乱不堪。看到精致的我，将话咽了下去。黝黑的耳根浮现红晕，他低下头想离开，我一把抓住了他的衣袖，将他迎进了屋。他的鞋子满是泥浆，谢思年局促不安，脱下了鞋，让我看见了从破洞的袜子里露出的脚趾。等我倒水回到客厅，看见他坐在地上，昂着头看我。我顺势坐在地上，将水递了过去。谢谢。
干涸的嘴唇皲裂，受到水的滋润。我将谢思明的事一一道来，看到他紧握的拳头，我接过水杯，怕他受伤。原来双胞胎的两人从出生就被安排好了命运。作为弟弟的谢思明受到了全家人的偏爱，家境贫寒，成绩斐然的谢思年将高中的入学名额让给了谢思明，自己在爸妈的劝说下出门打工。他因为贫穷错过了最爱的女孩，天人永隔。在女朋友重病的时候，想从母亲那里借取存款，却被拒绝，生活费几乎全部上交。工作几年毫无积蓄，钱却由父母给了弟弟挥霍。不知情的人很难将潮流的谢思明和土气的谢思年联想到一起。我一直认为我是哥哥，应该让着弟弟扛起家庭的重担，可是我的人生也只有一次啊。他叹了口气，语气哽咽：你想出国吗？配合我演一场戏。挣扎了半小时，他答应了我的条件。我将谢思年带去发廊，设计了谢思明同款发型，给他买了衣服，按照谢思明的穿搭风格来。看见面目一新的自己，谢思明愣了很久很久。我没有说话，让他慢慢消化。我将聊天记录给他看，让他学习谢思明的语言风格。看到那些露骨的文字，他惊讶之余双脸绯红。不得不说，谢思年的学习能力很强，谢父谢母没有眼光，毁了一个好苗子。3个月的时间，谢思年脱胎换骨。如果不是提前知道，我一点儿也分不清两人。现在可以验收成果了。我安排谢思明去北京出差半年，没给他准备时间，直接将买好的机票和收拾好的行李交给他，然后公司司机强子拉上他就去了机场。走得匆忙，连手机都忘记带了，因为我是故意的。他拿着强子的手机给我打电话时，我给他转了一笔钱，让他去北京买个新的。就这么切断了他和何飞的联系。然后谢思年拿着他的手机联系上了何飞。事情出奇顺利。录音中，何飞大言不惭，眉飞色舞地交代了他联合谢思明一起诈骗我的事，还交代了每个月收取大额转账，以及那1500万，甚至还有对未来的展望，希望可以一直靠着我，养着他们一家3口。录音中还有何飞的威胁，说谢思明如果不按照他说的做，就来我面前拆穿他的一切，拿到我想要的东西。我迅速安排谢思年出国留学。临走的时候，他欲言又止，登机提示响起，他跑过来抱了抱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替我弟弟说声对不起，他不懂什么是爱，不待我回答，他拉起行李走了。我们是一类人，知道自己要什么，虽然走了弯路，但是不后悔。高利贷找上门的时候，谢思明打电话找我求救，他尖叫着，哭泣着，恳求我救救他。我告诉他，公司已经开除他了，而我正在飞往英国的候机大厅。我给他指了条路。何飞、唐青那边已经发现了房子的事，吵吵闹闹，不得安宁。高利贷找上何飞的时候，他知道了一切，知道了他有张良计，我有过强踢。他拿出了所有的存款，还是不够，抵押了房产车子也只是冰山一角。最终他捅伤了勇哥的手臂。戴上银色手镯的那天，他挣扎着，反抗着，求着唐青救救他。唐青已经快要临盆了，被强哥逼迫着负债妻偿，到处打零工，风雨无阻。无论他躲在哪里，都会被抓到，被恐吓，被欺凌。而谢思明也不好过，他过上了谢思年从前的生活，风餐露宿，穷困潦倒，干着最苦的活，却没有积蓄。工资一到账，追债的人就上了门。软饭不好吃，
一切都是要偿还的，或早或晚而已。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